果然，实力才是一切。陈平在心中默念。战船缓缓驶入通道，300金甲卫紧随其后，浩浩荡荡地朝着六重天进发。金色战船在虚空通道中平稳疾驰，通道两侧的混沌气流被战船散发的神圣灵光隔绝在外，丝毫不觉颠簸。陈平凭栏而立，目光掠过甲板上整齐肃立的金甲卫，最终落在船头灵犀身侧的4人身上。那4人皆身着暗金色战甲，金盔遮住大半面容，只露出一双沉静锐利的眼眸。与其他金甲卫身上外放的神圣气息不同，4人的气息内敛如渊，站在那里便似4座沉默的山岳，明明近在咫尺，却给人一种远隔万里的压迫感。陈平数次运转神识探查，都只觉对方气息深不可测，仿佛一触即会引发滔天巨浪。云秀姑娘，4店主身旁那4位侍卫，似乎与其他金甲卫不太一样。陈平终于按捺不住好奇，朝着视力在侧的云秀问道。云秀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敬畏。那是4店主的贴身侍卫，名为4方神卫，他们可不是普通的金甲卫，是当年神王亲自为4店主挑选的守护者，每一位都有着人仙境5品的修为，且精通合击之术。4人联手，即便是人仙境6品也能抗衡。陈平心中一惊，人仙境5品，这等实力放在6重天已是传说级别。要知道那吴昊现在也刚刚是人仙境2品罢了，没想到竟只是灵犀的贴身侍卫。他愈发明白灵犀此次出兵的诚意，也更清楚8重天与6重天之间的实力鸿沟。就在这时，战船前方的通道出口突然传来一股浓郁的魔气，伴随着一声粗犷的怒喝：哪来的鼠辈，竟敢擅闯6重天！奉尊主之命，此地凡入境者，杀无赦！一道黑色身影冲破通道出口的微光，手持一柄巨斧，周身缠绕着滚滚魔气，正是噬魂尊手下的魔将之一。他刚突破封印不久，奉命镇守虚空通道附近，见金色战船驶来，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发起攻击。陈平正要拔剑，却见灵犀连眼皮都未抬一下，依旧望着船头的风景，仿佛眼前的魔将只是蝼蚁。放肆！清冷的声音从4方神卫中一人嘴里传出，话音未落，那名神卫身形已在原地消失。众人只觉一道金光闪过，下一秒，魔将的巨斧还未劈落，头颅便已冲天而起，黑色的血液喷溅在虚空之中，瞬间被通道的灵光净化。整个过程不过一息之间，人仙境1品的魔将竟连还手之力都没有。甲板上的金甲卫面不改色，仿佛只是碾死了一只蚊虫。唯有陈平瞳孔微缩，真切感受到了绝对实力带来的震撼。神卫身形一闪，回到原位，依旧肃立不动，仿佛从未出过手。灵犀这才淡淡开口：聒噪。战船穿过通道出口，6重天昏暗的天空映入眼帘，浓郁的魔气扑面而来，与战船的神圣灵光形成鲜明对比。在灵犀的指引下，战船朝着雪山方向疾驰而去，不多时便抵达了那处隐蔽的山洞。山洞外，吴昊、凌月、紫渊等人正焦急等候，远远望见金色战船划破天际，皆是面露惊疑。当看到陈平站在船头向他们挥手时，众人先是一喜，随即被战船的威势和甲板上的金甲卫震慑得说不出话来。待战船降落，陈平搀扶着灵犀走下甲板，吴昊率先迎了上来。当看清灵犀周身的神圣灵光和那4位气息骇人的神卫时，连忙躬身行礼：神国吴昊，见过4店主，多谢店主仗义出手，救6重天于水火。4店主！无极道长、紫渊、凌月等人也纷纷上前见礼，眼中满是激动与敬畏。他们没想到陈平真的能请来神王宫的店主，更没想到对方会带着如此强悍的队伍。紫渊快步走到陈平身边，上下打量着他，眼眶微红：你没事就好，我们都快担心死了。陈平笑着拍了拍他的手：有4店主相助，我能有什么事？灵犀抬手示意众人起身，
语气平淡，闲话少说。噬魂尊如今在哪？吴昊连忙答道：回殿主。噬魂尊已占据神都城，正大肆搜刮资源，企图恢复巅峰实力。既如此，便直捣黄龙。灵犀话音刚落，便转身踏上战船。吴昊，集结所有幸存修士，随我前往神都城。是。吴昊大喜过望，立刻命人传讯给分散在各地的幸存者。短短1日之内，6重天残存的修士陆续赶来。数万幸存的修士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每个人眼中都燃烧着复仇的怒火。当数万修士登上战船，战船竟然自动开始增长，在300金甲卫的护卫下朝着神都城进发时，昏暗的天空中仿佛升起了一道希望的曙光。战船冲破层层魔气，沿途遇到的魔修队伍皆被四方神卫出手斩杀，一路畅通无阻。站在船头，陈平望着下方逐渐清晰的神都城轮廓，城中黑气冲天，隐约能听到凄厉的哀嚎。他握紧了手中的斩龙剑，眼中杀意凛然。灵犀走到他身边，淡淡道：待会儿开战，金甲卫会牵制魔修大军，四方神卫随我对付噬魂尊，你带着你的人清理残余魔修即可。陈平点头应下，心中明白灵犀是在护着他们。他转头看向身旁的紫渊、灵月等人，沉声道：各位，今日便是我们夺回6重天，为死去的人报仇，报仇，报仇，报仇！战船之上，数万名修士齐声呐喊，声音冲破云霄，压过了城中的哀嚎，在6重天的天地间久久回荡。金色的战船如同利剑般划破魔气，朝着那座被魔修占据的神都城疾驰而去。此刻神都城头黑气翻腾，宛如一条巨大的黑龙盘旋在天空之中。城墙之上，原本悬挂的修士头颅早已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黑色的符文。符文闪烁着诡异的光芒，将整座城池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氛围之中。城内原本繁华的街道此刻空无一人，只有偶尔传来的惨叫声和魔修们的狂笑。街道两旁的建筑早已被魔气侵蚀，变得破败不堪，墙壁上布满了黑色的裂痕，仿佛随时都会倒塌。皇宫内更是一片诡异的景象。大殿中央，噬魂尊悬浮在半空中，周身环绕着无数道黑色的魂丝，这些魂丝连接着大殿四周摆放的数千个黑色魂瓮，魂瓮之中无数道白色的魂光不断闪烁，发出凄厉的哀嚎，正是被魔修们捕获的修士亡魂。噬魂尊原本虚幻透明的魂体，此刻已经变得凝实了许多，虽然依旧是魂体状态，但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面容。他的脸庞苍白如纸，双眼深陷，嘴唇却红得像血一般，整个人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邪恶气息。在他周围，4位魔将也在吸收着亡魂的力量。墨渊魔将的身体已经凝实了近60%，原本模糊的身影变得清晰可见。他身着黑色战甲，手持一柄巨大的黑色长枪，枪身上雕刻着诡异的符文，散发着恐怖的气息。其他3位魔将的情况也差不多，他们的身体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实着，实力也在不断提升。大殿的角落里，恶道殿长老谢无影看着这一幕，心疼的滴血。这些亡魂可是他辛辛苦苦收集来的，原本打算用来修炼邪功，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却没想到被噬魂尊强行征用。他看着那些魂瓮中的魂光越来越暗淡，心中虽然愤怒不已，却敢怒不敢言。噬魂尊的实力太强了，根本不是他能够抗衡的。他只能默默地站在一旁，看着自己的心血被别人掠夺。哈哈哈！噬魂尊突然发出一阵狂笑，声音中充满了兴奋和满足。这些亡魂的力量果然强大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完全凝实肉身，恢复巅峰时期的实力。到时候别说是这6重天，就算是9重天，我也能去的。墨渊魔将等人也纷纷停下吸收亡魂的动作，感受着体内不断增长的力量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尊主英明，墨渊恭敬地说道，
只要尊主恢复巅峰实力，这6重天就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了。其他3位魔将也纷纷附和，大殿内充满了他们嚣张的笑声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，紧接着一道金色的光芒冲破了笼罩在神都城上空的黑气，照亮了整个城池。噬魂尊和魔将们脸色一变，纷纷抬头望向天空。只见一艘巨大的金色战船从云层中缓缓驶出，战船之上300名金甲卫整齐列队，手持长枪，周身环绕着神圣的气息。战船的船头，灵犀一袭青衫，宛如9天仙女下凡，她的目光清冷如冰，静静地注视着下方的神都城。在她身旁，陈平、吴昊、凌月、紫渊等人也都目光凝重地望着下方。当他们看到噬魂尊和魔将们的身体竟然已经凝实了这么多时，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。没想到这噬魂尊的恢复速度竟然这么快。吴昊沉声道，眼中满是担忧，照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能完全恢复巅峰实力了。凌月也皱起了眉头，这些魔魂吸收了大量的亡魂，实力都有了显著提升，看来这场战斗不会那么容易了。紫渊紧紧握住手中的长剑，眼中满是紧张。陈平，你一定要小心。陈平点了点头，握紧了手中的斩龙剑，金色的灵力在他周身环绕，随时准备战斗。战船缓缓降落在神都城外的广场上，灵犀带着众人走下战船，与噬魂尊等人遥遥相对。灵犀看着噬魂尊，秀眉微蹙，清冷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凝重。噬魂尊，没想到竟然能够吸收亡魂来恢复实力，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噬魂尊冷笑一声，眼中满是不屑。灵犀，别以为你带来了这么多人就能奈何得了我。等我完全恢复实力，别说是你，就算是神王来了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狂妄！灵犀身旁的一位四方神卫冷喝道，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息。四殿主，让我来会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魔修。灵犀微微点头，也好，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神殿的厉害。那名神卫身形一闪，瞬间出现在噬魂尊面前，手中长枪直指噬魂尊的胸口，神圣的灵力如潮水般涌出，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。噬魂尊脸色一变，没想到对方的速度竟然这么快，他不敢大意，连忙释放出体内的魔气，形成一道黑色的护盾，抵挡神卫的攻击。轰！一声巨响，神圣的灵力与黑色的魔气碰撞在一起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，周围的地面都塌陷了下去。神卫的长枪被弹开，他后退了几步，脸色微微有些苍白。噬魂尊也不好受，他的身体剧烈颤抖着，嘴角溢出了一丝黑色的血液。没想到一个小小神卫实力竟然这么强。噬魂尊震惊地看着神卫，眼中满是不敢相信。看来我真的是小看你们神殿了。噬魂尊的身体并未完全凝实，实力也没有达到巅峰，对付6重天的修士可以随手秒杀，可面对着8重天而来的神位，噬魂尊也感觉有些吃力了。毕竟对方可是人仙境5品的存在，他现在必须要拖延时间，拖延到身体完全凝实，那就天不怕地不怕了。到时候就算是9重天的修士过来，他也不会放在眼里。神卫冷哼一声，再次朝着噬魂尊冲去，手中的长枪舞出一道道金色的枪影，每一道枪影都带着强大的威力。噬魂尊不敢应接，只能不断躲避，同时释放出魔气进行反击。两人的战斗越来越激烈，金色的灵力与黑色的魔气在天空中不断碰撞，发出阵阵巨响，周围的建筑被冲击波摧毁，地面上出现了一道道深不见底的裂缝。就在这时，墨渊突然朝着另一名神卫冲去，手中的黑色长枪带着诡异的魔气，直刺神卫的胸口。找死！那名神卫冷喝一声，手中长枪迎了上去。当一声脆响，两柄长枪碰撞在一起，金色的灵力与黑色的魔气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道绚丽的光带。墨渊魔将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从长枪上传来，他的手臂剧烈颤抖着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。
神卫冷笑一声，哼，就凭你这点实力，也敢在我们面前嚣张？说完，神卫再次朝着墨渊冲去，两人的战斗也随之展开。其他2位魔将见状，也纷纷朝着另外2名神卫冲去。天空中顿时爆发了4场激烈的战斗，金色的灵力与黑色的魔气在天空中不断碰撞，发出阵阵巨响，整个神都城都在剧烈颤抖着，仿佛随时都会倒塌。地面上，陈平、吴昊、凌月等人也与其他的魔修展开了战斗。陈平手持斩龙剑，金色的剑气在他周身环绕，每一次挥动都能带走1名魔修的性命。他的速度快如闪电，在魔修群中穿梭自如，宛如一尊杀神。吴昊也不甘示弱，他手持一把金色的长剑，周身环绕着强大的灵力，每一次攻击都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。他的剑法大开大合，威力无穷，魔修们根本无法抵挡。凌月和药王宗的弟子们则释放出治愈和攻击的法术，白色的灵力如雨点般落在魔修身上，每一道法术都能给魔修造成巨大的伤害。胡麻子此刻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，他手中不断抛出符文，一道道符文不断释放出紫色的闪电，每一道闪电都能瞬间击杀1名魔修。战斗越来越激烈，双方都杀红了眼。天空中，神卫与魔将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，金色的灵力与黑色的魔气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道绚丽的光带。地面上，魔修们的尸体堆积如山，鲜血染红了大地，汇成一条条暗红色的小溪，朝着低洼处流淌。噬魂尊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心中满是愤怒。他没想到灵犀带来的这些人竟然这么厉害，不仅神卫能够与他的魔将抗衡，就连那些金甲卫也是恐怖的存在。灵犀的青山在狂风中猎猎作响，他终于动了，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出手，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在他动的瞬间静止了。淡青色的衣袖轻轻一挥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，没有绚烂夺目的光芒，却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威压。噬魂尊脸色巨变，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，这股力量已经超越了他的认知，甚至超越了他对力量的理解。他想要逃跑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无法动弹，仿佛被无形的枷锁牢牢锁住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噬魂尊惊恐地嘶吼着，声音中充满了难以置信。灵犀的眼神依旧清冷，仿佛在看一只蝼蚁。他缓缓抬起右手，指尖凝聚起一点青色的灵光，那点灵光看似微弱，却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。噬魂尊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灵犀的声音平淡无波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就在这时，噬魂尊突然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。灵犀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杀了我吗？你太天真了。他猛地转头，对着身后的魔修们吼道，所有魔魂听令，所有魔修听令，给我挡住他们，用你们的生命挡住他们。我要进入皇宫深处，我要完全凝实我的身体。话音未落，天空中突然涌现出密密麻麻的黑色魔魂，数量之多竟然达到了20万之众。这些魔魂发出凄厉的哀嚎，如同黑云压城般朝着灵犀等人扑来。与此同时，地面上的数万魔修也纷纷嘶吼着冲了上来，他们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，显然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。灵犀的眉头微微皱起，他没想到噬魂尊竟然会如此疯狂。20万魔魂加上数万魔修，这股力量虽然不足以威胁到他，但要突破这重重阻拦也需要花费不少时间，而这段时间足够噬魂尊逃进皇宫深处，继续吸收亡魂凝实身体了。不好，不能让他跑了。陈平焦急地喊道，手中的斩龙剑发出阵阵嗡鸣。灵犀眼中闪过一丝决然，他对着身后的金甲卫和四方神卫说道，你们挡住这些魔魂和魔修，我带着陈平他们去追噬魂尊。是。四殿主。金甲卫和四方神卫齐声应道，他们纷纷释放出强大的气息，准备迎接这场惨烈的战斗。灵犀转身对着陈平、吴昊、
灵月和紫渊说道：“你们跟我来，我们必须在噬魂尊完全凝实身体之前阻止他。”说完，灵犀率先朝着皇宫深处飞去，陈平等人紧随其后。然而，他们刚飞出没多远，就被密密麻麻的魔魂拦住了去路。